病人情况怎么样？颈静脉怒张，面色发黑，血压掉得很快。夹层破了，紧急建立体外循环，给肝素，必须在5分钟之内建立体外循环。股动脉插管，皮刀，否则病人的脑部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。电锯，扩胸器。 2分50秒。插输血，吸引器，回收血液，血压下降，找到出血点。3分40秒。开体外循环，血压降至临界点。 4分01秒。哎，昨天晚上啊就不该吃那个芒果，夜班居然站了一晚上，我脚都肿成馒头了。关芒果什么事儿啊？芒果摘一个芒字，他呀得罪了夜班食神。那你这么说，值夜班就只能吃咸鱼了？副市长，咸鱼太贵，只要别约成大出血和停心跳的，就是每天吃咸菜为之子。就你迷信。哼。副市长，你说他能坚持多久啊？在由男医生统治的安和计生医院心脏外科，唐佳瑜是有史以来第1位女主任。自她空降以来，院内便议论纷纷，什么闲言碎语都有。不仅如此，分给她的4名下属，也都是心外科的麻烦人物。欣然，来吃早饭了。你看，妈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荠菜馅馄饨，趁热吃啊。哟，烫着没有？没事没事，妈总是笨手笨脚。欣然，哎，廖主任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胸口还疼不疼？不疼了。什么时候做手术啊？这么住着浪费钱。这孩子。廖主任，我们确实等得挺着急的。这宋主任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欣然做手术？我们可是冲着他的名气来的。宋主任最近确实很忙，不过欣然也没在急性发作期。你放心，如果能安排手术啊，我们会尽快安排的。好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你说，手术要分2次，费用不低。我已经把房子卖了。只要能救我闺女，钱不是问题。欣然啊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哎，对了，廖主任，这又开了2张检查的单子，您给看看，是今天要做吗？检查不是我开的呀，你们开的？我开的。主动脉夹层病情随时会出现变化，需要最新的检查结果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。您是？这是我们医院新来的。唐佳瑜，唐主任管我们整个心脏中心。唐主任，我姓唐，今后是骆欣然的医生。哎，廖主任，跟我手下的人交接一下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感觉怎么样？刚问过了。老秦，什么情况？这你还没看出来啊？上面旨意重新分配病人了。等会儿，这什么情况啊？病人是冲着宋主任来的，你这样合适吗？廖主任，这是病房，有什么事儿我们回办公室说。
来，欣然，咱们走。2只手同时握我的手，用力握。欣然，用力。左手的力道比右手弱。这种情况有多久了？昨天洗澡扭到了，没事儿。把2只手同时举起来，我看一下。欣然，配合。举起来。廖小波是我的得力干将，骂他就等于打我的脸，这是杀鸡儆猴。这么外人做中心主任，这实在心不痛。周峰，我可好心提醒你啊，已经激起民愤了，现在换人还来得及。换谁啊？换你吗？又不是没试过。你做代理主任3个月，连着3起手术后并发症。宋宝德，那3封投诉信还在我桌上，你要看吗？心脏手术并发症本来就不能完全避免，是概率问题。我在安河辛辛苦苦像老黄牛一样干了20年，他从国外回来，1天活没干就取我而代之，你说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？啊？你呀，想太多了。唐佳瑜是科梅德医疗中心炙手可热的外科明星，我们安河心外需要这样的手术强人来压阵。你擅长的是科研和论文，这大家都知道。还有，今天我重新分配病人，那也是为你好。骆欣然的父亲3年前马凡综合征猝死，那是遗传病，现在轮到他女儿。还有记者要报道这件事情，像这种容易引发社会热议的病案，万一你失手了，对你的损害不更大吗？再说，你做的还少吗？你看看你给他找的那4个手下，哪个是省油的灯？她是我前女友的事儿，你也敢辩？行了，别狡辩了。我和她的关系，我跟院长已经汇报了，医务处也有备案，所以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，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那既然如此，您就先看看这份东西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袖手旁观。谁啊？等一下。进来吧。唐主任。啊。骆欣然的检查结果电脑上现在已经可以看了。嗯。这个办公室以前是宋主任的吧？您怎么知道？他的风格。哦，刚才我大概看了一下，跟刚收入院的时候变化不大。这手术是不是不用急着安排？正好相反，帮我约下明天一早的手术室。David 的手术加全主动脉置换。全主动脉啊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没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宋主任，我跟你汇报一下，骆欣然明天手术，戴维加全主动脉置换。你说我们安和医院怎么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？什么意思啊？副院长的前女友堂而皇之的成了心脏中心的头。哎，你说这院长和医务处也不管管，是不是没王法了呢？谁说不是呢？不过那个前女友吧，她毕竟是个过去式，也许现在唐主任和刘院是清白的。你到底站哪边啊？老穆，这有什么站不站边的？我只是发表一下个人想法，最终我还是跟大家站在一起嘛。嘿嘿。哎，行，你坐，来。哎，这女的来路不简单啊，不到40岁就混到这么个位子上。要说这事儿没猫腻，我还真不太相信。你说这要是个女院长该多好，我也不至于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是个副主任医师。老秦，这事儿你就别多想了，有女院长也不会给你升职的。就是，我看不降职就不错了。为什么呀？
我女人缘很好的呀，不信问我前妻。哪任前妻啊？哎，不带损人的啊。龙龙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问让你净身出户那个，还是和你打到派出所那个？还是卖车那个？对对对，卖车那个。这，老齐，毕竟你的前妻有点多嘛。各位老师，唐主任让我通知大家明天手术，David 加全主动脉置换。这女的是不是疯了呀？哎，这国内也没几个人能做这样的手术。对呀，当时我都惊呆了。就这种传说中的术士，就在网上的视频里见过那么几个而已。我看他这是有点故意卖弄的。你们看着，这手术未必做得成。别忘了，宋宝德手里还有个杀手锏呢。叶主任，神外崔主任给我们手术室打电话，说下午3点有一个病人要做巴比妥诱导婚礼，问你有没有时间去一趟。好，跟他说我会准时到。好嘞，喂，刘峰，你找我？你小子找我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来一面，来。刘副院长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哟，跟你最近忙，给你加餐补一补。你要是把食堂的小炒拿来，你说这话我还信啊。但是这可是院门口的葱烧海参，肯定有事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要是个女的，我一定娶你。心脏中心新来的唐主任，啊，就是你那前女友，全院人都知道了，怎么了？你看这个，他手下4个男医生齐刷刷写了专组报告，都不要跟他一个组。这心脏外科啊，最看重的就是团队合作，他们这是要釜底抽薪。现在他在心外啊，就是个光杆司令。我想他在手术室里，至少有一个靠得住的盟友。我呀，刘峰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人啊，我不愿意掺和院里这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雪中送炭。外科治病，麻醉保命。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本来就是背靠背作战的同袍，在手术室里给他托底，有谁比你更合适？我不行。转组申请的事儿，刘峰怎么说？哼，够他头大一阵子了。不过，这陆欣然的手术得我来做。上次那3例并发症，告诉咱们都灰溜溜的。这次啊，借着记者来采访，好好宣传宣传，咱们得扳回一局来。可那个女人有刘峰撑腰啊！我最讨厌这种靠男人上位的女人。我可是老主任的弟子，嫡传的，在这家医院，谁不给老主任点面子？可是老主任这性格，他能管吗？会不会管得我说了算。我在国外进修的时候，大概是10年前。当时在科梅德医疗中心见他第一面，那时候他还是个住院总。但医院里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她了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光芒四射的一个女孩子，在手术台上，她一下就把我给征服了。后来我回国了，冷静地想了一想，她天赋比我高，而且一心扑在手术上，这样的女孩不适合当老婆。但是这些年呢，我一直在关注她在国外的发展，看到她一步一步成为科梅德中心的外科明星。这证明我的眼光没错，而且我相信，安和心脏中心想更上一层楼，他必不可少。所以啊，为了医院的发展，你帮帮他。跟我说了这么半天，不还是为了这事儿吗？你看啊，你的故事呢，我也听完了，这饭呢，我也没动。我呀，一会儿还要去一趟神外那边，我就先走了。3年前你爸的事儿，你可是欠着我一个大人情吧？你可想好了，
你确定要打这张牌？哎，我不是没有别的牌可打了吗？我也没什么办法呀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麻醉医生，我无能为力啊。假谦虚，在安和有人不喜欢我刘峰，但绝对没有人不喜欢你叶一鸣。这样，你先别着急拒绝，先再想一想，行不行？只是想想，不是答应啊。哎呀，你最好了。老主任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我听说咱们心脏中心要做一台全主动脉置换手术。啊。洛欣然的手术取消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别小看宋宝德这老小子的能力。江百丽，23成的手术同意书签了吗？该通知术前宣教，计时计水了。护士长，刚通知那手术取消了。取消了？明天早上手术，大家都知道吧？知道。明天是个大手术，耗时长，需要体力。今天晚上都别熬夜啊！啊，你也早休息，唐主任。明天手术室见。明天见。哎呀，真不用告诉他。干嘛告诉他呀？他这么大来头，肯定有人通知他。唐主任，护士长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是你啊，刘峰，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关于取消手术，还有转组申请，你都知道了。要不是吴敏敏告诉我，我还像傻子一样被你蒙在鼓里。你当初打电话劝我来安和医院的时候怎么说的？说不会有人质疑我的资历。为什么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跟你当初承诺的截然相反？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，连老主任都出马了。要不，这手术你先别做了，把病人先还到宋宝德那组，息事宁人，来日方长。刘峰，我知道，你为了你的师徒，你当然要息事宁人。可关乎病人的安全，更是医生的本职所在。我不允许别人来破坏。这一次，我绝不让步。那能怎么办？我该想的办法都想了。你不要忘了，我是放弃了科梅德的职务回来的，这一仗我不能输。我需要你帮我。说吧，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。进行一次全科病案讨论，我跟宋宝德分别说出自己对于这个病例治疗的手段，让患方自己选。郎主任，早啊！早啊，宋主任。查房啊？听说你要求病例讨论，让病人2选1。大家都是同事，没必要搞得这么急事白脸的吧？以后急事白脸的事还多着呢，好好准备啊。哎呀，主任，听说手术取消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提前也不跟咱们说一声，这孩子一宿都没休息好啊。你们的转组申请我已经收到了，只是可惜，医院有它的规章制度，这事儿由不得你们，你们谁都别想。我今天把话在这说明白了，只要我还在安和的一天，谁都别想离开这个医疗组。你们现在不接受我，无非是因为我是新来的，我是个女的，还有，因为宋宝德不喜欢我。但我可以保证，等我开始正式工作的时候，你们会有更多的理由不喜欢我。等一会儿病例讨论，谁都别给我迟到。嘿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老招惹他干嘛呢？你就好好上班下班不好吗？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 23朝确诊马凡6年，
主动脉 A 型夹层全主动脉扩张，来做预防性手术。手术分2次，一期先做主动脉根部替换，置换主动脉瓣，同时替换主动脉弓。2期再做胸腹主动脉替换。这样呢，每次的手术时间短，对病人更安全。现在病人没有疼痛症状，所以呢，我建议让病人先住几天院，把身体调到最佳状态。我说完了。我选择的是 David 加全主置换。病人骆欣然虽然主动脉瓣有病变，但没有到了非换不可的程度。如果换瓣，他将终身服用抗凝药，对病人将来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。David 指的是医生手动修复病人自身的主动脉瓣，把它修复回原本完好的形态。换瓣跟修瓣的区别怎么说呢？就好比你给一个人一把螺丝刀，他可以把旧的门换成新的门，但是只有手艺高超的工匠，才能把一扇旧门修得像新门一样。然后再一次性换掉整个主动脉，因为没有必要分2次手术。病人年轻体健，完全可以耐受全主动脉置换术，而且1次手术更适合他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节省手术费。我已经把房子卖了，只要能救我闺女，钱不是问题。鉴于病人近1年内他的病情发展非常迅速，近2天左右手无法举到同等高度，双手用力不均等症状，我认为他需要尽快手术。全主置换是心外最难做的手术，国内能做这样手术的医生也屈指可数。唐医生，为病人考虑，多调养几天没什么不好。再说了，病人没有胸疼症状，干嘛着急做手术？主动脉夹层是个不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破裂。一旦破裂，病人会有生命危险。宋主任，没人有100%把握它不会破吧？100%把握没有，不过我愿意做全主动脉置换。欣然，妈，我要唐医生做主导。咱们再商量商量，好不好？刚医生都说了，现在不尽快做手术，夹层破裂有生命危险。我不想像爸爸一样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刘院长，我建议将这台做公开手术，让大家好好跟唐主任学习学习。有问题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做公开手术，没问题。护士长，带病人做术前准备吧。好。欣然，是。手术风险跟术后并发症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没有异议的话，就请在那儿签字。唐主任，我现在就我女儿一个亲人了，所以进了手术室，您手里可不是1条命，是2条命。我不知道能不能请求您保证欣然她会没事儿。任何医生都做不了这样的保证，只要是手术就会有风险，更何况是心脏手术。我只能说，我尽力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家属对病人的情况很担心，您能不能稍微的给他们详细的讲一下？这个手术得10几个小时，他们在外头实在太煎熬了。如果让他完全理解这台手术，需要读8年的医学院，合作10年以上的心外科大夫，所以我有必要费这口舌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说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是替病人家属考虑，但是我不是那种说话亲切、做事面面俱到的医生，我是另外一种，让病人活下去的那种。在手术台上，最大程度地展示我的专业性，救病人的命才是对他们负责，其他的
我没有心情顾及。如果没有其他事儿，我去准备手术。护士长，叶主任让我过来叫一下病人，但是23床的不在病房。不在病房？对。陆欣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坐下。你不是应该在手术室吗？我选你当主刀医生，作为回报，你答应我个事儿吧。什么事儿？要是我治疗效果不好，术后并发症，你就别救我。我知道你在跟那个老头医生竞争，所以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不做手术。什么老头医生？宋医生。你说这句话，我真希望他本人能在这儿听见。所以你能答应我吗？陆欣然，我相信你自己应该很清楚，就算现在我答应你，但是进了手术室，我该怎么做还是会怎么做。那个时候你已经打了麻醉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爸就是马凡氏综合症死的，主动脉夹层破裂，大出血，上一分钟还在说话呢，下一分钟人就没了。这病我知道，有的瘫痪、截肢、植物人，比死惨多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妈为了救我，把房子都卖了。原来我爸可疼她了，可是现在他什么都得操心。我真的不想给他添负担了。死在手术台上也不错啊。陆欣然，你现在才只有16岁。16岁？别人家孩子16岁，别人家孩子漂亮，而我这么高一个儿，只能打排球，可是现在跑步都跑不了，不如有尊严的去死，你说是吧？你别把我说的话不当回事儿啊，我很认真的，拜托你了。别害怕，今年多大了？16岁。行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可以给药了，肌松药10毫克，安定10毫克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颈静脉怒张，面色发黑，血压掉得很快，夹层破了，紧急建立体外循环。巡回计时，给肝素，股动脉插管，提刀，必须在5分钟之内建立体外循环，否则病人的脑部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。
大出血，吸引器，回收血液。2分40秒。找到出血点了，清理它。 3分50秒。开体外循环，转机，体外循环建立完毕。 4分10秒。4分多钟。我真的不想给他添负担了，死在手术台上也不错啊。开始手术吧。麻醉，今天一定要注意病人的脑保护，注意术后并发症。明白。有这些。冰吗？ 给我26/4分之血管。来，缝合。麻醉，看一下超声。反流量1.8。1.8，没问题。这么小的反流量可以正常生活，算是很理想的结果。这么高一个儿，只能打排球。可是现在跑步都跑不了了。有反流就不能跑步了。唐主任，你说什么？已经不能打球了，必须把跑步保住。我要2次休班，尽量减少反流。不，刚才休办的时候，他病变的情况比术前 CT 上显示的要大，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下针的地方了。再说了，病人现在没有办法再耐受体外循环了。对呀，这么大的手术，这个效果就不错了。咱别精益求精了，行不行？是，我赞同老秦的说法。你们别说话，主刀医生在想办法呢。心脏不停跳，我试着从主动脉外面修复它的形态。怎么修啊？主动脉内腔是圆的，同样周长，圆的面积最大。只要从外面补针，把内腔从圆改成非圆，减少内腔面积，主动脉瓣就有合拢的可能。双头针，4个0的线。现在呢？几乎严丝合缝，0.2反流。外科有个说法，顶尖的外科医生手指上长着大脑，在下刀缝针之前呢，脑子里面已经勾勒出器官修复之后的样子，能够最精确地找到位置。
病人醒了，醒得还不错。嗯。都是外科医生手术，最怕饿，其实怕的是吐水，太难受了。谢谢主任。主任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问吧。洛欣然他只是双上肢的症状，您怎么知道是急性期的？坐吧。病人发生任何异常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。我看了洛欣然确诊之后所有的病例，他的病情进程非常特殊，不是持续恶化，而是在某几个点突然间恶化。而且他年纪这么轻，居然已经发展成全主动脉扩张了。我猜他现在手部的症状应该是又一轮恶化的开始，而且会有极少的病人会像他一样经历无痛型急性期。所以您才坚持要尽快做手术，对吗？主动脉无小事，虽然我不能100%确定，但我不敢冒这个险。主任，我想跟您道个歉。昨天其实是我跟宋主任说的，才导致了手术被停。我就差点害死了病人。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急性期发作。我想着，就是您刚来医院嘛，你就是想急着证明一下自己。但今天在手术室，我才知道您真的是挺厉害的。将来有机会可以教你。谢谢主任。主任，每次我们大手术结束以后，都会去对面的赛因斯，他那可以凭 SCI 影响因子打折呢。要不你今天跟我们一块儿去吧？我不去了，一会儿我还有事儿。黄主任好。我跟病人单独待一会儿。手术很成功，但是术后恢复有几大难关，关关难过。如果没有顽强的求生欲望，很可能闯不过去。那我这么漂亮的手术就白做了。所以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我8岁那年，我爸爸死于心脏病。他死的时候，身边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得很体面。后来我做了医生，救了一个又一个人，也有很多人死在了我的手术台上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毫无价值的废物。无论是美丑的、聪明的还是笨的，有钱的还是穷的，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人都有他存在的意义。你就是你妈妈独一无二的女儿，你的生命甚至比她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。所以洛欣然，我要告诉你，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所以不管你遇到任何的困难，都不应该轻易放弃，明白吗？谢谢。Yes， 这个高度正好，定吧。
护士长，主任，在换牌子啊？是啊，按刘副院长的指示，你的医疗组今天正式更名为重病组了。对了，刘副院长在办公室等您呢。啊，知道了。进。呀，宋宝德把他那些装样子的书终于搬走了。希望他从此偃旗息鼓吧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有项技术在国外已经发展很多年，但在国内临床试验上是空白。我找你回来，就是想让你主导研发，用于临床有完全知识产权、完全国产化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，怎么样？啊？喂，必须马上煮血，我很快就到。情况怎么样？唐主任，这还没开胸呢。还没开胸？电话里秦大中不是说大出血吗？主任，这个病人情况还比较稳定，就是一个急诊夹层，可能是120那边搞错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白跑一趟。来都来了，我上台搭把手吧。CT 给我看。不用，哎呀，我也不是很累，就是昨天值了一个20线的夜班，哎，怎么着也是睡了会儿，哎，也不是太困，哎呀，嗯，你还是要上？哎呦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主任做这台手术肯定做得更稳，那就麻烦你啊，那我下班回家了。你先别走，秦大中。这2天江百烈一直值一线，都长黑眼圈了。今天让他回家休息，你顶他。让我当2助？主任，我没事的。你不是不困吗？我是不太困，就是我这手都脏了，这还得重新洗手，太麻烦了啊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刷手去。病人情况？哦，对了，秦大中，又怎么了？今后再有这种情况，没有搞清楚病情，不要给我打电话，不然我永远让你做2助。急诊夹层，现在一切状况正常。叶主任，可以开始吗？可以了。手术刀。电灯。给我点点。可以了。主任，急诊夹层，病人情况不好，需要立马手术。这个还没做完呢，又来了一个。不是1个，是3个。危重症患者，你120急救车直接给重病组打电话要求接诊，这符合规定啊？谁让他叫重病组的？放心吧，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啊！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听说了啊，重病组一早上接了4个急诊夹层，忙得手忙脚乱的。谁让他
爱做夹层。哎呀，叔，您不饿呀？快1点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开票还不到1个小时呢，这好票都让人给抢走。什么票啊？球票呗。还想今天能早点下来，说不定能抢着好球票。谁想到唐家瑜突然发飙，做了回2注不中，简直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了。哎，龙哥、白哥，怎么样？你们顺利吗？还挺顺利的。白丽啊，我下班得送我女儿去学琴，再有急诊手术。我明白。哎，你们不觉得今天有点太寸了？龙哥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啊，每个病人送来前，120都会打电话要求重病组接收。首诊制度加上心脏夹层又是危重症，重病组必须收，而且是来多少收多少。真像宋保德干的。不可能吧？宋主任是不会干这样的事儿的。宋主任是我师哥，对我特别好，人也特别好，这肯定就是巧合而已啊。年轻人，真想送你3个字啊！我来。太年轻。吃饭吧你。不可能是宋主任吧？哎，周导，来，快吃。哎，不饿。喂，刘峰，我在手术室没接到电话，你要请我吃饭？吴峰，这是你说的工作餐。嗨，看你那么累，给你补补。应该是找我有事儿，说吧。你这个人跟那谁可真像。哎呀，就是上次跟你说人工心脏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？我考虑什么呀？我不是已经拒绝你了吗？你再想想，你在科梅德也做过很多起人工心脏的手术，你很清楚这东西意味着什么，尤其是对心衰晚期那些没有移植供体的病人，人工心脏就是他们最后一道救命符。在国外临床已经普及了，可国产的迟迟搞不出来，病人用不上，你不着急吗？我当然知道人工心脏是多么的重要，但是这个事儿太大了，我真的弄不了，你别再找我了。我知道，你说过你回国是因为国内可以遇到疑难杂症机会比国外多，你只想做手术，没有搞过。哎，行了，我自己说的话我记得，你不用重复了，答案你已经知道了。那我还能吃吗？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你吃你的，敞开吃。那你这鸿门宴我真的不敢听。你小心别烫着。哎呀，你这吃肉的习惯，这么多年也没变。肉是最惊了，我早上5点钟手术，到现在1口钟都没吃。那这些年还有什么是没变的？都变了，你看我眼角的皱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医院的微整形手术在市里可是数一数。住嘴吧！干嘛呢？提高生育量，完成你自己的 KPI。我就是好奇，明明那么想回国，为什么3个月前拒绝，现在又迫不及待回来？3个月前我有不回来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你好八卦呀！这是我的隐私，我可以不跟你分享吗？那你恋爱了吗？结婚没有？是不是一个人？你能别问了吗？你吃你点东西，你看你这干嘛呢？问的我都没胃口了。那不是？不会你真的还是一个人吧？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汤主任，这是台急诊，我会尽快准备好的。这台手术是我们叶主任主麻，他一会儿就到。
好，知道了。江百烈，CT 还有检查结果。患者郑美棠，女，68岁，因车祸入院，神志还算清晰。她自述胸痛、呼吸不畅，从 CT 检查发现主动脉撕裂造成了夹层，其他的检查结果我们还在等。她的位置比较靠上，主动脉瓣应该可以保住，具体情况还得开胸再定。郑美棠是吗？我是唐医生，你的手术我给你做，不用紧张啊。唐医生，我丈夫他怎么样了？开车的就是她丈夫，颅脑外伤，现在还在神外抢救呢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你丈夫现在在神经外科，等一会儿你手术完醒过来，他有什么情况告诉你，好吧？都是我不好，今天他人不舒服，我还让他开车，他早上就说头痛的厉害。出事前他头疼啊，他这几天心口闷，脚上还长了个白斑，也说痛。脚上长了白斑？麻醉来的比外科还晚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事儿不在科里。郑奶奶，我们开始做麻醉了啊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你等一下，我还有话说。唐医生，替我去看看我丈夫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啊。你不用担心，先麻醉好吧，其他交给我们。你放心吧，有什么事儿神外那边会通知我们的。现在开始麻醉了啊，放松。哎，你跟唐佳瑜说是宋宝德捣的鬼，他居然没炸啊，没炸，一点都没炸。哼，还跟我说让我认真手术。你说奇了怪了，当初抢洛心妍的手术，他火气那么大，嘿，这回被整了，他反而怂了啊！你说这女的也够厉害的，我小腿肚子都麻了，她一天做几个夹层？兄弟们，今天又是特别充实的一天，救了5个人。没事的话，我先撤了啊。哎，你不能走！5个术后病人 ，ICU 那儿等着你盯着呢。术后病人我都看过了，很平稳。再说了，今天晚上又不是我值班，我还得陪我女儿去学琴。哎，别，万一病人有什么事儿，还得拉我回来。哦，不，这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。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对，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。但是您知道吗？还有一件事儿也高于一切，就是陪我女儿去学琴。哎，走喽！嘿，哎呦，你说这个周达啊，就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胸无大志。当时你们都争着上手术的时候，只有他说愿意放弃，说愿意留在病房啊照看病人。你说是这，所以嘛，他的家庭还在。哎，小龙，你这。啊，你们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心外的唐佳瑜。我知道你是谁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那我直说了，于江平因为车祸在神外抢救，据说现在已经脱离危险，转回病房了。我们心外有个病人叫郑美棠，是于江平的妻子。据她的描述，我怀疑于江平很可能患有心脏疾病，所以能不能让我给她做一个检查？可以啊，把会诊单给我看一下。没有请会诊，是因为病人跟我这样说，所以没有会诊单，你怎么能看我的病人呢？我们神外自己的病人，我们自己搞得定，请回吧。那能不能？唐主任，我们听说了，你有抢病人的爱好，但这是神外，我们崔主任说不行，就是不行。来让一下，结果。唐佳瑜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
静脉曲张的袜子，不用那么紧张。行了，什么事儿？你说你吃饭的时候精神还挺正常，几个小时怎么脑子就短路了呢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啊，你怎么这突然之间发这无名火啊？那不是被你气的吗？崔振强给我打电话说你到神外去抢病人，怎么，在自己的科室树敌还不够，还跨学科得罪人呢？我就知道，薯条三兄弟就是喜欢告状。薯条三兄弟，人家是神外3剑客，都是医院响当当的大神级人物。我跟你说，以后除非神外请会诊，否则你不要再管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真的，你别骗我。我从来不骗人。佳宇啊，与其到处捅娄子，还不如去研究人工心脏。我说你是不是跟人工心脏磕上了？我都跟你说我不感兴趣，你赶紧去开会吧，好吗？还啰嗦是吧？你脱袜子了？记住了，千万别惹祸。对啊，在手术室我看他没反应啊，我以为他不在意呢，没想到他真去了。他这次回来，感觉性格越来越怪。你说，当年那个绯闻的事儿，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这次又见我，感觉是过不去。怎么不可能？我今天跟他吃饭，就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，有没有恋爱，是不是一个人，他一下就不好了。我觉得这些年，8成他还是单身。唐主任还单身？肯定是。行了，我要去开会了。你帮我去趟神外，他如果要惹事的话，你跟老崔熟，你帮我拉拉架。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是我让你帮他。他那次尊心了，知道了反而会不好。好，我正好要去神外做一个巴比妥诱导昏迷的病人，交给我吧啊！等这个病人啊脑水肿缓解了再唤醒他，主要是注意护理方面，防止肺部的感染、褥疮。我就是怕这水肿消不下去啊，毕竟病人的基础情况太差了。先这样吧，回去吧。哎，老崔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，加强护理，防止肺部感染、褥疮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刚才不都说过了吗？都。啊，我说过了是吧？啊，那说过了，那就没事了。你去吧你。怎么回事啊？姐姐。跟着我干什么啊？我没跟着你，我是来看病人的。你别跟着我啊！唐主任，于江平在特5间，那间。唐主任啊，我给病人检查一下。老崔，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这不是还没说完呢吗？哦，你说。我是想问问你啊，有没有什么关于帕金森的这个新临床实验？我知道，你原来是为这个事儿啊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去年不是在外院做了脑深部磁激术以后，他就是……别学我爸，这震颤改善了不少，但是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，得吃药控制。你放心，只要咱们医院有新的临床实验，我绝对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谁让咱们俩是哥们儿，对不对？还有，这事除了你和我，医院还有别人知道吗？除了我们家里人，就你和刘峰了。
我感动了，你把我当成你的家里人。你放心，我这人历来是守口如瓶，我这嘴……啊，来了。唐主任，你怎么又跑到我们神外病房来了？跟你说，我们神外病房的病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是明知故犯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我今儿必须得给刘副院长打个电话。哎，他又跑到咱们省。别着急，人刘副院长现在开会呢。病人是先出现脑梗，才发生车祸的。唐主任，你是不是把顺序给搞错了？病人是先车祸后脑梗，车祸造成骨折，脂肪颗粒进入血液循环，通过胃壁的卵圆孔进入体循环，造成脑梗，再加上颅脑外伤，我可是辛辛苦苦做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，才把这个病人的生命给抢救过来。你有我清楚啊。是你把顺序搞错了。他的太太郑美堂是我的病人。据他描述，于江平在车祸前几天就出现全身难受，而且头疼非常严重。在车祸当天，他也头疼很厉害，本来不想让他开车的，所以我断定他应该是出现了脑梗，才发生了车祸。不管谁先谁后，这个事儿跟你们心外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刚才给病人做了心脏检查，发现他心脏上长了一颗肿瘤，大概率应该是粘液瘤。大家也都知道，粘液瘤通常都是良性的，可是粘液瘤的质地非常的易碎。病人每次心脏的跳动都会导致粘液瘤的碎片脱落，脱落下来的是硫酸，跟着血液进入体循环，走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，造成堵塞。所以我认为，现在粘液瘤的碎片堵在脑部，造成了个脑梗，所以是先脑梗，后车祸。唐主任，这是你的猜测而已啊。可以跟你打赌啊，谁赌输了，请对方科室的人喝咖啡。他可跟我打赌。在这儿。真的是走史粘液瘤，看见了吧？粘液瘤随时可能再次爆成硫酸。如果2次脑梗塞，病人的存活率就不乐观了。按理来讲，必须尽快手术，但是他刚刚做完颅脑手术，没有办法耐受我们现在必须要上的体外循环，所以他现在的病情是需要尽快手术。可是他的身体不可能尽快手术。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唐主任，我们各自想办法啊，我们随时沟通，尽可能保病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。你赌输了，明天请我们科室的人喝咖啡，我喝摩卡，双份奶油。没照 B 超之前，你怎么能确定是粘液瘤啊？很简单啊，我之前都遇到过这样的病例，先是手指出现白斑，后来发生脑梗，可是那个病人没有抢救过来，最终死了。所以今天郑伟堂一说我就怀疑了，不过最终能够确诊，是因为我听到了肿瘤扑了音。肿瘤扑落音，原来是这样。粘液瘤在心脏跳动的时候会撞击心脏壁发出声音，这你可没告诉老崔。要是告诉老崔，你就骗不着咖啡了，够狡猾的呀。叶主任，我知道今天的急诊夹层都是宋保德安排的，他派你来神外跟踪我的企图，我没有兴趣知道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你们这么做真的很幼稚。我和宋主任，你误会了。手术室是高危操作，如果对麻醉医生不信任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安心做好每一台手术。所以今天我会通知你们部门的主任，从今以后，我的手术室你不用来了。可是我主攻的就是心外和神外，尤其是心外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和宋主任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今天误会和误会不重要，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你还是上其他医生的手术吧。还有，请你帮我转达宋保德，他想怎么做随他的便，但是不能做任何事情危害到我的病人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你醒了？医生，我丈夫他……郑美堂，先别激动，听我说。
你丈夫于香平的情况是，他现在心脏里面长了一颗肿瘤，这就是他脚趾出现白斑的原因。所以，因为脑梗导致了车祸。正常心脏上的肿瘤只要切除就好了，因为都是良性的。可是你丈夫现在的情况没有办法尽快手术，所以呢，要个心理准备，他2次脑梗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医生啊，我和他谈恋爱到现在没有分开过，我跟他在一起40年了，没有代沟。你救救他，别激动，请你救救他。不要太激动。喂，喂，主任，你快回来吧。又是夹层吗？不是，是外伤。120打电话给值班室，要重病组接诊。主任，秦主任让你快来，说他搞不定。我知道了，马上过来。万里那一颗心，撒手。唐主任，该上手术了。知道了，你先去，我马上过来。别躲在无人来访的狭小缝隙，我会守护着你。暴风眼上空的阳光，短暂的惊险和神秘。闭上眼，生命很离，我们谁都别放弃。像他这样连轴转，我真怕会出事儿。劝他好几次了，让他分病人，别的组也愿意收，不就服个软吗？这几天看起来大家也能够理解，但他就是不听，还让我不能管这事儿。他就是跟宋宝德给杠上了，非赢不可。主任，没事吧？主任，楼上东说下一台还是夹层，其他手术室不用去了。怎么了？病人送来手术室的路上夹层破了，也没救过来，就差那么几步。这个主动脉夹层真的是分秒必争才行。是可惜。主任，您的手怎么？哦，没事。你回去睡会儿吧，我看您累的。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病人送过来。那哪行啊？病房还那么多病人呢。秦老师他们在呢，要真有什么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呗。那也行，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。白莲，叶主任，你们组还有手术啊？暂时没有了。我看唐主任太累了，我让他回去睡会儿。先走了啊。小金儿，宋主任，到我办公室，有东西给你。
大钟叔，宋主任，我给您的。这个宋宝德一点活路不给人留。没事。你好，第3诊室。唐佳宇，真的是你？我看挂号系统，我还以为是同名的病人呢，怎么来疼痛门诊了？坐吧。我来看手。手怎么了？应该是腱鞘炎吧，有点压痛，行动不便，给我打一针封闭吧。打封闭？疼吗？疼。动动。最大啊！你这个过度劳损造成的，热敷，少用手，不用打封闭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不行，我今天还有手术，我必须保持手的灵活，必须要打封闭。唐主任，外科医生的手，对外科医生意味着什么？我想不用我说，你应该也很清楚吧？就是为了跟宋宝德赌气，拿自己的手冒险，值得吗？你不会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跟宋宝德赌气吧？不然呢？我想不到其他原因。叶主任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：一个男生从读医学院到作为一个心外科大夫，困难吗？困难。这心外是外科皇冠上的宝石，同类水平呢，在别的科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可是到了心外，还在做打杂拉钩，连缝针都轮不上，而且专业难度大，专业培训时间长，使很多人望而却步。你问我这个干嘛？一个男生都这么困难，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，那这个困难的指数是不是应该乘以2倍？不对，应该是3倍。所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被排挤了。宋宝德这么做，不过是这么多年我遇到很多类似的事情重演而已。在科梅德实习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认为我一定会换专业，连跟大家拉个钩都需要挤破头去争取。可是10年以后，我是那儿最出色的外科医生之一，这些不是靠赌气挣来的。宋宝德现在排挤我，我觉得倒是给了我一个机会，甚至是一个展示我自己的舞台，让安和医院所有质疑我的人能够清楚地看到，我非常能胜任这个职务，而且我可以做得更好。宋宝德要的是输赢，而我要的是尊重。获得尊重的唯一途径就是完成手术，这是外科的生存法则。原来是这样，对不起，是我之前的想法狭隘了。你的确挺狭隘的。其实，宋宝德排挤我，给我安排了这么多的手术，倒是一件好事。这样做可以加速磨合我的团队。现在我完全知道我手下的医生他们的优缺点。要不是因为最近手术太忙了，我真的应该抽出时间请他吃顿饭，谢谢他。那再给我检查一下。这是怎么弄的？昨天一个人喝多了，不碍事儿，就是不好看。唐主任，这外科医生我见多了，可是像你这样的，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吗？我不是不怕，我只是不希望因为我害怕，就堵住了我想去的路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进步了，只能原地踏步。聂主任，可以开单子了吗？我还赶时间。我这就给你开。哎，主任，哎，部长，郑美堂找回来了吗？找回来了，生命体征都很稳定，就是情绪不太好。很担心她丈夫的情况。您和省外的人想好手术方案了吗？还没有。
休息室给你留了盒饭，你快去吃一口吧。好。哎 ，ICU 打电话说怕传染上 ECMO， 还没签同意书，催咱们呢。那马上跟江美蕾说一声。ECMO 不用体外循环，改用 ECMO 也能够达到维持循环的目的。这样可以少用肝素，尽量避免病人术中术后脑出血。但是 ECMO 是一个封闭系统，用它的话，心脏不能停跳。那出血怎么办呀？加个快速输血装置，把血吸走，相当于一个心脏不停跳的手术。这是个好办法。可是也不是很保险。但是多等一天就会增加病人2次脑梗的风险，只能冒险了。当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，神外随时介入。那就这么办吧，我怕再拖下去，到时候还有别的事情发生。我想今天晚上手术。虽然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很累，可是，你在给谁打电话？周达，他对 ECMO 比较熟悉，比 ICU 的医生都强。哎，周达，干嘛呢？那这样吧，我去联系手术室，海雷，你去城外看一下病人。那我去给大家买咖啡吧。那个，我知道，摩卡加双份奶油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呀，糖吃多了小心糖尿病。ECMO 联系好了。辛苦了。有别的事儿也尽管说话啊。今天我值2天班，如果你非不让我做手术的话，你可以让吕潇来做，他是住院医，经验可没我丰富。这台手术你要想上可以上，但是今后希望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手术室。可以了。这台手术能不能成功，不在于肿瘤切除，而是在于病人术后能不能清醒。所以麻醉，帮我把病人血压维持在正常值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切除完毕。然后呢，今天你一定要注意，然后把这个继续交给他，把钱买走了。哎，玛丽，主任，他给你这是什么？叶主任让我交给宋主任的。上次宋主任找他咨询病人术后疼痛管理的问题，这个病人在外地，里面都是他自己记录的用药量什么的情况。哦，是这个啊？哦，没什么，那你走吧。行，主任再见。老于，没啥。医生说我们都脱离危险了。又回来了。看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为什么2个人能在一段婚姻里坚持40年，还这么恩爱，太不可思议了。 2个人呢，在一起生活了40年，并且还能在一场车祸里幸存，这简直就是奇迹了。这个奇迹是我创造的。对对对，都是你。对了，叶一鸣，之前我想跟你道个歉，我以为你跟宋宝德你们之间
啊，还有，在神经外科，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这个嘛，这个我不好讲啊。刘峰让你去的吧？你知道是刘峰让我跟着你的。当时崔仁强要给刘峰打电话。别着急，刘副院长还在开会呢。你说他在开会，后来我才觉得，一定是他让你跟踪我，不然你怎么知道刘峰的行踪啊？这可不是我说的啊，是你自己分析出来的。刘峰啊，他没有恶意，他就是关心你。我知道，他是为我好，人也很好，只是有的时候做事儿，可能他觉得我这个人是需要被拯救吧，但是事实是根本不需要。行，那以后啊，我呢就不多管闲事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想说，我需要一个朋友。我现在这个时期呢，又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所以很需要一个朋友。你听过一句谚语吗？这个谚语说，一个外科医生如果只能交一个朋友的话，就必须交跟他同一个手术室的麻醉医生。所以，叶一鸣，你愿意成为我在安和医院的第一个朋友吗？你这是什么谚语啊？是你自己瞎编的吧？那行，我想想啊，这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？还用想吗？那勉强就算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和你做朋友。这个电话。喂，好的，知道了。急诊是吗？啊，行，马上过来。我这就过去陪啊。急诊夹层。新一轮又开始了。你手还行吗？好多了，我相信宋宝德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一会儿手术时间。手术时间。